好，各位同学，我们来看一下今年学测数 B 的单选题第一题。他说呢，在标准值为95，试选出有几个整数 n 与标准值的误差百分比。好，同学，这是一个误差百分比的一个式子。那他说小于5%。好，那同学，这是一个很标准高一上绝对值这个章节的题目。你只要先把它的不等式呢把它列出来，绝对值 n 减95，然后再去除以95，乘上100% 小于5%。好，那你只要呢按照题目的意思呢把式子列出来，那想办法呢把这个 n 呢的范围呢借由这个移项整理等量公理把它找出来就可以了。好，那这边呢我们当然就是先可以把这个 percent 消掉，然后呢这100除过去，所以呢右边是1/20。那这个95呢我们再丢过去所以呢先进行到绝对值 n 减掉95，这个会小于20/95，那你可以约分，那就是4/19是等于4又3/4，所以呢 n 呢减95就是介于正负4又4/3之间。好，这个是呢我们高一上去掉绝对值的一个最基本的观念，像这样。好，那同学最后呢我们等量公理左右同时再加上95。那事实上你从这边呢就可以看出来如果呢你把 n 减95把它看成另外一个数字 m 的话，你也可以看得出来，我们这个 n 的范围如果是只要取整数的话，因为 n 是整数嘛 ，m 也是整数，那你会发现我们的 m 呢的范围呢就只可能是-4、-3、-2、-1、0、1、2、3、4，总共9个总共9个。所以其实你不一定要像老师这样做到最后一步啦，变成99左右同时加上95，99又3/4，然后呢这个是大于90又1/4。我觉得这样子也是看得出来，这样子就会发现 n 呢就是从91到99之间，所以有9个这样也可以看出来。那事实上在上一步呢，你这边呢应该就可以看得出来因为 m 呢它本身呢也是一个整数，我们就可以把它看出来所以答案呢就是有9个，共9个。所以呢这一题呢我们要选的是4这个答案。好，接着我们来看一下第二题。他说呢，以计算机的自然对数按键这是 natural log， 或者有人也会念成 long。那他说呢，去估算连续复利本利和，然后会满足这样子的一个方程式。那最后呢，我有个未知数呢，就是我需要的期数是 n 因为我们知道在复利的这个本利和呢，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变数呢，就是它的期数。那最后呢，要求出呢，哪一个选项等于 n？ 那这一题呢，很明显的就是这个整个式子当中只有一个未知数，就是我们的 n， 这一是固定的常数虽然说它是一个无理数所以呢，你只要想办法呢，把这个方程式当中的 n 呢，把它独立在等号的左边就可以这个呢，我们英文叫做 to isolate n。想办法呢把这个 n 呢把它独立出来就可以了。好，那这个呢是在高二上我们在讲这个指数跟对数的一个范围，我们就可以来处理这一题那首先我们看一下我们怎么样呢去把这个 n 独立出来。那首先我的这个式子呢100乘上1的100/3n次方等于135。好，同学你观察一下，这边他已经把 natural log 的定义给你的 natural log x 呢，它的底数呢是这个小一小一就是自然对数的底它是一个无理数大概近似于2.71828多。好，那这边呢我们如果呢只要把这个指数求出来的话，这边你要马上想到我们在这个 log 当中一个很重要的性质就是呢 log 如果呢它的真数是 a， 那我的底数也是 a 的话，那这个会等于多少？会等于1，因为呢 a 的1次方刚好会等于 a。那再来呢，如果说今天呢它是真数是 a 的 x 次方的话，那右边就变多少？右边就直接成 x， 因为呢 a 的 x 次方就是等于 a 的 x 次方我们就是在指数跟对数的定义当中有一个这样的性质。所以呢这边呢我为了把这个指数的部分呢把它独立出来的话，那我们就做一件很简单的事情就是我们等一下左右两边要取 natural log， 因为 natural log 就是以1为底但是呢在此之前呢我必须要先把这个100呢把它除过去才行。所以呢我们第一步呢先做一个等量除法。
让它变成100%135。那这个要不要约分？不用，其实不用特别约分，因为你发现它选项呢也通通都没有约分，对不对啊？所以呢不用特别约分。好，这是第一步啊。那第二步的话呢，就请你左右两边取 log1。左右取 log1因为我们用到刚刚那个性质。那 log1呢，事实上呢，就是我们一开始它所介绍的自然对数 natural log。OK， 好，那变成这样之后呢，你会发现，我的左边呢，这个可以把它视为这个1跟1可以消掉，可以把它看成这样子啦。那等号左边就只单独留下指数的部分100%3n。好，这是 natural log 100%135。好，那最后的结果呢，当然就非常简单我们只要把剩下的这个100%3把它除过去就好了。所以呢，最后的结论呢，就是 n 是等于100%再去乘上 natural log 100%135。那仔细观察一下选项呢，答案就是5。好，同学，我们接着来看一下第三题。他说呢，已知实数二阶方阵 a 满足呢 a 去乘上的一个行矩阵11呢等于另外一个行矩阵01。然后呢，这个 a 呢同时又满足呢 a 乘另外一个行矩阵1-1，那它等于10。那我们要求出 a 的反方阵。好，那同学，首先呢，我们要再回忆一下我们在高二下学矩阵这个章节的时候，我们有提到反方阵。那什么是反方阵呢？我们回到反方阵的定义如果说今天呢，我们存在一个二阶方阵 B，B 是一个二阶方阵，它满足什么？满足 A 跟 B 这两个方阵相乘，也等于 BA 这两个方阵相乘，然后呢，也等于这个二阶单位方阵的时候，这时候呢，我们就说这个呢 B 是 A 的反方阵，可以写成 A 的 inverse。那这样子的一个反方阵，它是唯一的。若存在一个 B 满足这样的性质，那这时候呢 A 呢就叫做一个可逆方阵。好，那我们先熟悉一下，先回忆一下这个定义之后，我们再看一下这一题这一题的话呢，你会发现这两个矩阵的乘法呢，左边是同样的一个方阵 A， 然后我要求 A 的反方阵。然后那你可以呢利用我们在这个学矩阵的时候，我们有学过你可以把这两个比如说这两个行矩阵呢，我们把它叫做 C1 跟 C2， 然后呢乘完之后生成的这两个行矩阵叫 D1 跟 D2 好了。好，那事实上我们可以把这两个行矩阵呢拼起来把这两个行矩阵拼凑起来变成一个把 C1 放到这边，然后呢 C2 放到这边，比如说这样好了1-1 OK， 然后呢右边也是相对的，可以把这个 D1 跟 D2 它生成的这两个行矩阵呢，也可以把它拼凑成一个二阶方阵。好，那我们回忆一下，我们有一个这样子的一个关系因为这个会满足我们矩阵的乘法。如果呢你把后面的把它拆成两行去看的话，那这个矩阵乘法是完全没有问题的。好，那这边呢它比较tricky 的一个地方就是呢，如果说你发现呢，如果我这样拼凑完之后，右边 D1 D2 我把两行互调我不要这样子拼，我把两行互调 A 去乘上1-1等于1001。好，如果你把两行互调，这个是 C2 放到第一行， C1 放到第二行，那 D2 呢放到第一行， D1 放到第二行，那就会非常非常惊讶的发现，哇，右边的这一块就是什么？就是二阶单位方阵那所以呢，前面这一块就是谁？前面这一块呢 ，A 乘上某一个方阵呢，居然变成一个二阶单位方阵，那是满足我们一开始介绍这个乘法反方阵的性质呢，在这一块。所以呢，这一题呢其实不用算的，你只要想到这一点的话，这一题是不用算的，因为 A 只能乘上 A 的反方阵，才会变成一个单位方阵。所以呢，这边重定，而且它是唯一的。所以 A 的反方阵呢，就是这个1-1这两行所拼凑出来的一个二阶方阵。所以呢，这题呢，答案呢必须要选2。
好，同学们，接着来看一下单选题第4题，他说什么呢？他说呢，电脑程式模拟在太平洋中等速航行的甲乙2艘船，那甲沿着这个北纬60度哦，北纬60度哦向西航行，那乙船呢沿着赤道是0度纬线向东航行。那某一个时间点的甲船在西经169度，乙船在东经140度，那我们要选出甲船到达东经171度的时候，乙船在东经几度？好，同学，那这个问题呢，它的范围就是来自高2下，我们讲空间概念的时候，我们就讲一些球面的一个关系、球面的坐标、球面的关系。好，那我们先把这个地球的整个架构呢，先把它写出来。那但我们知道赤道呢，就是一个0度的纬线哦。从在这边，赤道是0度的纬线。那北纬60度呢，我们在北半球哦，赤道把它划分成南北半球之后，这个北半球60度。北纬60度的话，大概在这边。那其实呢，我们在各种大大小小的平时考啊、段考、模拟考呢，大概都知道呢，有印象的话知道，我这北纬60度的这个半径呢，刚好是这个赤道半径的一半。那为什么呢？这就回到我们定义这个纬度的定义啊。纬度的定义的话，就是我们以球心当一个点出发，到这个纬线上的一点的时候呢，再跟赤道上的一个半径的做连线，得到一个角度。好，这个共平面哦，在共平面上面得到一个角度，那这个呢就是60度。那这也是呢为什么赤道是0度，然后呢极点是90度的一个原因哦。好，它的定义是这样定义，所以呢，假设呢我们0度这个大圆，它的半径呢叫做大 R 好了。好，那这个小圆60度，北纬60度这个小圆的半径呢，叫做小 r 好了，小 r 呢我把它写在这边。那我们再把这个球心呢跟小圆的圆心把它连起来。那你观察一下这个直角三角形，就会发现呢，我的斜边呢刚好也是大 r， 我的斜边跟大圆的半径是一样的。那它就是形成一个30度、60度、90度的一个直角三角形哦。60度在这边，那30度在这边，所以呢你就发现呢，因为我们30度、60度、90度的直角三角形的三边长是跟它这个1比根号3比2嘛，对不对？所以你会发现我们就有这样的关系哦，大 R 就是2倍的小 r， 我们有这样的关系。好，再来我们看甲乙船的航行的一个方向跟距离哦。好，都是等速航行哦，所以甲船呢，它一开始沿着西经169度，169度西经出发。那最后呢，它到达的位置呢是东经171度 ，OK。那但你不会觉得呢，这个是2度啦，这是不是2度啊？因为呢，它事实上它横跨了180度，对不对？它横跨了180度经线，所以你要算它到底航行了几度的时候，你就算，我从169度到180度呢，这边还在西半球的位置呢是航行了11度。那接着呢，横跨180度跑到东半球之后呢，我们就是加了9度啊。所以呢，你会发现这边呢，我的航行所经过的这个圆心角的度数呢，航行的就是20度，因为呢11度加9度是20度。那现在我们很想知道，就是乙船到底航行了几度？乙船一开始呢在东经140度继续向东航行。好，然后呢最后呢我们就假设呢我们航行了 x 度好了。好，那最后呢我们到底到达几度啊？这是我们想要知道的。好，但是呢因为我是等速航行哦。等速航行，所以最后呢，在相同时间之下，我的距离是相同的，我们航行的距离是相同的。好，我们把它叫做 x 好了。假设这个距离就是x 已经用了啊，我们假设这个距离呢叫做 s 好了 ，OK， 好，那以甲船来说呢，我们绕着这个圆弧航行，那我们根据呢我们的弧长等于这个半径再乘上圆心角呢 ，s 呢以甲船来说 ，s 呢就是圆周。圆周再去乘上这个圆心角360度分之20度啊，好，然后还有再乘一个派，2r 派。好，那如果就乙船来看的话呢，它是在大圆上面航行的，对不对？好，所以呢，它应该是2大 r 派再去乘上360度分之 x 度啊，左右两边会相等。好，同学，那可是呢，我的这个大 R 呢是2倍的小 r， 好，所以这时候你会发现呢，其实我们的圆的半径在这个等距离航行的距离是相同的情况之下，我们这个半径呢跟它航行的圆心角的度数呢，应该是会成反比的。所以同学这边呢，我们可以很容易的算出来，我们的 x 呢就应该是2分之20哦，就是10。所以呢，代表说我们的乙船呢最后呢是航行了10度。
好，这边 x 呢是等于10，所以这是10度哦。那原本在东经140度，再继续航行10度啊，对，所以呢最后答案呢就是东经150度哦，这个答案，所以呢我们必须要选的是3。好，接着我们继续来看一下单选题第5题。他说，某人买公益彩券呢，他第一次以 N 元为投入金额，那么之后每次要投注的时候呢，他的策略是这样哦，先将前次的投注金额增加1半，设为预定金额。那如果预定金额是大于2N，就是原本他第一次投注金额的2倍的话呢，他将把预定金额减少1半做投注哦，那它这个为了减少风险，那否则呢就以预定金额投注。那它有给你显示出前4次投注的记录，那大家可以观察一下，可以发现，它的确是按照这样的策略哦。因为呢，你第一次投注 N 之后，那接着呢我们就是乘上3/2，当做下一次的预定金额啊。那这个3/2呢，并没有超过3/2 N， 它还没有超过 N 的2倍嘛，所以呢，接下来它下一次投注的这个金额呢就不变，就乘上1。但是呢，在第3次再变成这个预定金额的时候呢，我们再乘上一个3/2，而这时候呢4/9就超过2，然后就大于2，所以这时候呢，你最后投注的金额呢，它为了做风险控管，它是乘上1/2，然后变成9/8。那继续呢，在轮到第4次的时候呢，我们再乘上3/2。好，变成16/27，那16/27呢，它还没有超过2倍哦，所以呢，它最后的投注金额就是原金额就乘上1哦，变成这样。那最后他问说，请问呢，此人第7次的投注金额是多少钱？那这一题呢，其实他已经画出前4次给你了，所以呢，他求第7次的话，那我们就直接把这个表格把它延长，让它变成第5次、第6次、第7次。好，然后观察一下，按照这个规则，那我们最后的这个投注金额会什么样的变化就可以了哦。这个我们直接去硬做，把它做出来哦。这个是最不容易出错的哦。好，我们来看一下哦，照这样子的一个逻辑来看呢，到第5次的时候，我们就再乘上3/2，对不对？好，那这变成是32/81N。好，这时候呢，有没有超过2倍？有，这边是超过2倍，这是大于2N。这个是大于2N 的，所以呢，我们马上把它减半哦，变成64/81N。OK， 好，那继续呢，再看第6次。第6次呢，我们又乘上一个3/2。好，刚这边到这边是乘3/2，然后再往下呢，再一样呢，再乘3/2。好，那变成多少？变成128分之多少？243N。好，这时候呢，有没有超过2倍？没有超过2倍，对。好，这时候呢，这个东西是小于2N 的，所以呢，我们就维持原金额去下注哦，128分之243N。哦，这时候呢就不变，好，然后到第7次的时候呢，你就再乘一个3/2。好，观察一下，这时候呢会变多少呢？这时候呢变成256分之729N。好，很明显超过2倍了啊，很明显是大于2N 了，所以呢，我们就再去除以2，让它变成512分之729N。好，所以呢，最后呢，我们要算的就是这个512分之729N到底会等于多少呢？好，那显然呢，这个呢，512是2的9次方，729是3的6次方 N 哦，所以呢，很简单，我们就用硬推的方式去推出来，答案呢就是3，好，非常的轻松。好，同学们接着来看一下第6题，他说呢，各国的临海基线其外侧距离基线它是距离外侧距离基线12里之间12海里之间。好，同学像这个图所示临海基线在这边，所以代表说，我们这边呢是12海里。12海里呢，这段范围这个图灰色的范围就是一个临海的区域。然后他说呢，在以这个海里为单位的坐标平面上，某国有一部分的临海基线是4x 加 3y 减12等于0。好，同学呢这边呢我们就直接把它写上去了啊，4x 加 3y 减12等于0。好的，某一线段，且这个55呢是在临海基线的内侧从这个图来看呢是在它的右侧。那请选出该段临海呢在 L 与下列哪条直线之间？那事实上呢就是呢要求的是这一条叫做 L prime 好了。OK， 好，我们来看一下 L prime 要怎么求。那首先呢这一题呢策略非常非常的明确好，这个是可以在高一上直线语的这个章节呢，我们就可以写出来的。然后这个呢是可以假设 L prime 呢就是 4x 加 3y， 然后再加上 k 等于0。那这个 distance from L to L prime L 到 L prime 之间呢，好，那么根据两平行线的距离公式那你就可以得到呢，这个是根号
4的平方加上3的平方绝对值。k 呢去减掉两个常数相减就好 ，k 去减掉-12的绝对值啊。好，这个呢是等于多少？等于12，因为我在12海里之间嘛，对不对？好，那稍微化简整理一下 ，k 加12的绝对值呢是等于60，所以呢 k 有两个节 ，k 的话呢就是48。或是-72，好，那所以呢，我们就在1跟5之间去挑，到底哪一条线是哪一条线。那最后呢，你会发现哦，因为呢，我们还要多一个坐标点，这个55呢，一定要在 L' 的这个右侧哦，所以你可以看一下我们的这两条直线，把55啊，最简单的方式是把55把它分别带入这个4x 加3y。加上48跟4x 加上3y， 再去减掉72，那你很容易发现呢，这个是大于0，然后呢，这个是小于0，所以呢，这个代表说上面这个代表说55是在它的右侧。好，那下面这一条呢，代表说55呢是在它的左侧哦，那依题目所求呢，显然呢，我们这55呢，是同时是在 L 跟 L' 的同侧，通通都是在右侧哦，所以下面这个其实是不合的，所以呢，答案呢就是我们要选 k 等于48这个答案，所以呢，最后呢我们要选的就是1。好，同学们来看一下单选题的最后一题，单选7。他说呢，有 A、B、C 3种福袋各一个，其中 A、B、C 中奖的几率分别是3/4、2/3，还有1/2，且不同福袋中奖都互不影响，它是独立的。假设呢，在福袋 A 中奖的条件下，至少有2个福袋中奖的几率叫做小 p。那反过来呢，假设至少有2个福袋中奖的前提之下呢，福袋 A 中奖几率叫做小 q。那我们就要求这个 p 去跟 q 做比值，然后算出来是多少？那同学，这题是一个高2下条件几率的一个题目哦。那首先我们先厘清一下它的一个关系。第一个，我们的小 p 呢，它是什么？好，这个 p 是 probability 呢，是几率的意思哦。好，在A 中奖 ，A 中given 这个前提之下呢，那我们其他呢至少要2个中，至少2个中。好，这是我的小 p 哈。那我的小 q 呢是反过来。在这个given 至少2中的前提之下呢，那我们 A 去中奖啊。好，那根据我们条件几率的定义，那这个小 p 这一块的分母呢，可以进一步改写成是 A 中奖的几率，然后分子的话呢是 A 中且至少2中，至少2中。然后呢，小 q 的话呢就是分母是至少2中，然后分子的话是至少2中且 A 中。OK， 好，那从这边你就可以发现，哇，这2块分子呢，这一块跟这一块其实是一样的其实是一样的。所以呢，如果呢今天题目只要算比值的话 ，P 去除以小 q。那我们这2块，老师打勾这2块，事实上也是可以不用算出来的好，那总之呢，我们就可以发现，你拿 p 去除以 q， 那就是分母呢一样是放 A 中奖，然后呢分子的话呢是放至少2中，对不对？因为呢这2块就可以直接约分掉。OK， 好，那同学，那整个问题呢就变得非常非常简单了因为呢。变成这样之后呢 ，A 中奖几率是多少？那显然就是3/4这个是已经知道的。那分子的话呢，我们就是至少2中。那至少2中呢，同时包含4种情形哦。好，哪4种呢？好，同学，至少2中，写在上面。这个至少2中，至少2中呢，那同时包含什么？这个 A、B、C 都中 ，A 中、B 中、C 中。好，那也有可能是这个 A 不中，A 不中 A' 好了 ，A 不中，然后呢，且 B 中 C 中。好，这个用交集的符号，我们就 A、B、C 代表中好了，然后呢 A' 代表不中好了。OK， 好，那也有可能是 A 中 B 不中。然后呢 ，C 中对，然后也有可能是 A、B 都中，但是呢 C 不中，所以我们这4块呢，通通要把它考虑进去所以呢，我们就把它丢进去，把它乘起来就可以。然后第一块呢 A、B、C 都中，3/4乘上2/3，再乘上1/2，因为它是独立的，彼此互相独立，所以我们直接用乘法就可以了。独立事件的话，就是把2个几率分别相乘就可以了。好，那再加上呢 A 不中，中的话4/3，不中4/1，对不对？好 ，A 不中，然后呢。B 中
C 中，然后呢也有可能是 A 中 B 不中变1/3 C 中，对吧？画长一点点。好，那最后呢，也有可能是这个 A 中，然后呢 B 中，然后 C 不中，还是1/2哦。好，同学，那总是你要知道这几个的关系，然后这个 A 乘 A B C， 然后这个是 A prime B C， 然后这个是 A B prime C， 然后这个是 A B C prime。OK， 同学，虽然说看起来好像很复杂但是呢，你可以去好好的去计算它，去做约分。好，那比如说呢，这边我们可以。这个第一块约去嘛，对，这个可以把它约掉，然后这个可以把它约掉，这个呢，通通可以把它约掉。好，所以呢，最后呢，我把它写在这边好了。好，所以你会发现呢，分子这一块呢，就是3/4，再加上1/12，再加上1/8，再加上1/4啊。那分母的话呢，还是3/4。好，这个凡分数呢，我们就把分子分母同成这个分母的最小公倍数就可以了。好，最小公倍数多少？看起来是24啊，我们就把分子分母同成24啊。好，同成24，好，同成24，好，最后看一下结果是多少啊？好，所以呢，这个分母呢就变成18，那分子的话呢，这边的话变成这个，这个最后一块1/4，这个1/4，好，变成多少啊？这个6，然后呢再加2，再加3，再加6，对不对？好，加起来，所以呢可以得到是17，所以呢最后答案呢就是18/17哦，是2这个答案。